这一枪不仅击中了女特工，也彻底打碎了军情五处的金字招牌，撕开了英国情报界最黑暗的阴谋。故事开始于伦敦街头的一场大堵车，在这拥挤的长龙中，一支车队缓慢前行，而车队里押送的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来苦苦追捕的恐怖组织头目卡西姆。这次行动由英国军情五处主导，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卡西姆，正打算把他移交给美国呢。原本预计20分钟前就能抵达英国军方机场，结果这交通一瘫痪就全泡汤了。负责开道的女特工基顿和搭档罗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心想着赶紧疏通交通，好顺利完成任务。可谁能想到意外说来就来，警方突然把押送任务需要的直升机调走了，这让押送行动一下子变得困难重重。更要命的是，监控发现有几辆摩托车速度快的不正常，在拥堵的城市里横冲直撞，目标直指卡西姆所在的车队。军情五处的指挥中心瞬间拉响警报，气氛紧张的能拧出水来。他们意识到肯定是有人来接球了，果不其然，一辆摩托车很快就逼近了基顿的车。基顿刚想反击，搭档罗伯却拦住了他。就在这时，指挥中心迅速下达紧急作战指令，一个枪手从摩托车上跳下来，把基顿从车里拖了出去，还逼着他和罗伯跪在押送卡西姆的卡车前。这一幕刚好被路边的摄像头拍了下来，武装分子拿着枪威胁军情五处的负责人，要是不释放卡西姆，就杀了基顿。在军情五处的中枢指挥室里，几位高层领导把决策权交给了一位叫哈里的负责人。哈里看着监控画面，眉头紧皱。这事儿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市区，还有特工被挟持，他得小心行事，不能让无辜平民受到伤害。思来想去，哈里最终下令释放卡西姆。接到命令后，押解车辆上的特工只好打开车门，放走了卡西姆。卡西姆重获自由后，并没有马上逃走，而是对着摄像头得意地瞥了一眼，眼神里满是嘲讽和挑衅，然后才坐上摩托车扬长而去。基顿他们也因此被放了，可基顿哪能咽下这口气？等卡西姆一离开，他立刻从汽车扶手箱里掏出手枪，不顾同伴的劝阻，朝着卡西姆逃跑的方向追了上去。哈里见状，赶紧命令支援部队跟上。追到隧道的时候，基顿和同伴发现武装分子的车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应急通道口找到了被遗弃的摩托车，想都没想就冲进了通道。当他们试图推开通往外部的门时，基顿把艾德受伤的消息上报给指挥中心，之后独自冲出危险地带。可这时武装分子已经登上货车加速驶离，基顿对着货车连开数枪，却还是没能拦住他们。因为卡西姆的手下破坏了周边所有的监控设备，军情五处这下没了线索，根本追踪不到他们的动向。而哈里呢，本来马上就要卸任退休了，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卡西姆逃脱，这无疑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抹不掉的污点。之后，哈里去给嫂子敬献了花束，还和卧底特工艾琳秘密见了一面。他跟艾琳透露了自己的退休计划，还劝他别再追查卡西姆了，赶紧抽身。可艾琳一心想着抓住卡西姆为组织立功，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哈里走在泰晤士河畔的大桥上，心事重重。他突然停下脚步，走到护栏旁，靠在柱子上，眼神空洞地凝视着河水。就这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镜头一转，来到了莫斯科的拉米尼克区。此时，一名小伙正在被一群当地的混混纠缠。小伙身手矫健，脑子也灵活，撞破窗户顺利来到了外面。刚刚起身，那群混混就追了上来。小伙在穿过马路时，差点被一辆车撞到。Will Holloway。Get in。 看了一眼身后的追兵后，小伙果断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小伙名叫威尔，曾经也是军情五处一员，而眼前的女人汉娜是军情五处现任的特工。他递给威尔一份资料，里面是哈里站在泰晤士桥上的照片，而另一张照片里已经没了哈里的踪迹。没错，哈里失踪了，他们需要威尔帮忙寻找哈里。不久之后，他们乘坐飞机返回到了伦敦，和军情五处的高层碰了面。由于哈里和威尔的父母在一起工作，双方关系要好，且哈里在消失前曾去祭奠了威尔的母亲，所以他们认为哈里在跳河消失后，威尔肯定知道他的去向。但威尔在听后却指出了问题，哈里跳河前后2张照片的右上角都有同一只鸟，不同的时间却有相同的画面，说明监控被人动了手脚，而指使者肯定就是军情五处无疑。知道真相还找来自己，显然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就算没有猫腻，威尔也不愿意帮忙。当初正是哈里将自己开除的，所以他的死活自己毫无兴趣。说完后便起身就准备离开。 You and Harry ever talk much about Berlin? The night your father died? 听到这话的威尔重新返了回来，因为他只知道父亲牺牲那晚是和哈里在柏林执行任务，其他的一概不知。高层提醒他可以找到哈里，亲自问问他当晚发生的事，说白了还是想借着威尔的手找到哈里。但他们不知道，此时在英格兰北部海岸的一片荒废之地，有一位老人正在为自己准备今天的第一顿饭，而这人正是哈里。在听到外面的引擎声后，哈里立刻熄灭了炉灶上的火。眼前的这些人都是卡西姆的手下，也是他这次的目标。货车在卸货的时候，负责监视四周的人发现了哈里，这人紧张极了，马上带人开车冲了过去。但其实哈里是故意暴露自己的，目的是想引卡西姆出来。很快他就被带到了卡西姆面前，这正中哈里下怀。但对于哈里的出现，卡西姆并不在意，直到哈里说出了一个叫阿斯玛车臣的人名，因为这个名字的主人正是卡西姆的妻子。
How'd you find me? Alone. So what do you want? I want to know who helped you escape. I know it was someone on my side. 没错，哈里认为卡西姆能这么轻易的逃脱，背后肯定有自己的人在提供帮助。卡西姆听后也证实了他的猜测，但他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信息，只有一个联系电话。哈里承诺自己可以为他做件事，以此来换取那个电话号码。卡西姆没有立刻答应，他想先试试哈里的决心，于是带他来到一个新被捕获的人面前。卡西姆揭开那人脸上的面罩，哈里一看，顿时心如刀绞，眼前的女子正是他派到卡西姆身边的艾琳。由于太过着急寻找证据，因此露出了马脚，而哈里能找到卡西姆也是因为艾琳。但现在卡西姆命令他干掉艾琳，以表示合作的决心和诚意。可哈里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下属下手？坚决地表示了拒绝。艾琳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于是为了不让哈里为难，他主动握住哈里的手，扣动了扳机。You got a deal. 由于长时间没有捕捉到卡西姆的线索，这让整个军情五处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于是汉娜将电话打给了威尔，将现有的信息同步给了他。We have fresh intel on Harry. He bought a pay-as-you-go phone that we tracked to the Kent coast. Kasim had been there too. Smuggling in weapons from North Africa. Harry found him. 汉娜的意思是哈里可能叛变了。此外，他们前往侦查的人在现场看到了很多遗落的炸药，他们猜测卡西姆很可能准备对伦敦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威尔听后心里很不得劲，挂掉电话的他一时间陷入了焦虑之中。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门缝下有一张照片，于是立马起身捡了起来，打开房门却没看到可疑的人。威尔仔细研究照片，可看了半天也没发现这照片有什么信息。毫无头绪的他刚准备放弃，却突然注意到了照片中的人打的那把伞，于是立刻来到了照片中的街区，进入了旁边的一家雨伞店。在报出自己的名字后，果真有人在这里给他留了东西。他用手机拨打了雨伞标签上的电话，里面竟然是哈里的留言，约他第二天中午在机场的5号停车场见面。于是威尔按照要求来到了这里，一同前来的还有汉娜和一众特工。威尔刚刚下车，就在旁边的车上看到了一样的照片，就连车门也是开的。威尔坐了进去，照片背后写着穿上副驾驶的外套，除了衣服，威尔还在里面发现了一份信，但信上写着先别打开。他没有太过纠结，而是按哈里要求穿上了外套。这时他在兜里摸到了一块手表，随后又来到1楼咨询台，报出名字，询问有没有人给他留下口信。 Yes, Mr. Holloway. Your uncle said he'd meet you at the coffee shop. He left his mobile at home. Thanks. I saw Uncle Harry. 坐定后，威尔四处张望，但并没有看到哈里的身影。很快过去了15分钟，这时那块手表的闹铃响了起来，上面的数字正好和信封上的一模一样。于是立刻将信封打开，里面是机票、护照和留言卡。 Holloway, what is it? 威尔看完立刻起身冲了出去，汉娜见状也马上命令手下追上去。一顿疯狂的奔跑后，威尔顺利来到了9号航站楼。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哈里。威尔走过去坐在了他身边，哈里开门见山，将一切全都告诉了威尔。他现在需要一个信任的人。接着说，卡西姆之所以能顺利逃跑，是因为得到了军情五处某些高层的帮助，自己只是就坡下驴而已。 You had Kasim. You let him go. I had no choice. He's our only connection to the traitor. Once he's in the system, he'll be silenced. 那现在就不只是伦敦可能遭袭这么简单了。有人想借着卡西姆毁掉整个军情五处，但威尔听后却并不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稍微深入探究就能发现猫腻。这时汉娜和一众特工赶了过来，哈里叮嘱他别太相信高层的话，别和他父亲一样犯傻。 What happened in Berlin? So that's how they got to you. 哈里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了摆脱赶来的警察，他在威尔夹克的显眼处放了枚信号干扰器，成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而就在警察控制住威尔之时，哈里也借此机会顺利脱身。等汉娜一众赶来之前，哈里早就逃之夭夭。今天有点累，偷个懒，咱周一继续。